大家好，我是苹果妹，今天呢要来教大家如何使用 iPhone 的寻找这个 App 来定位你的朋友或家人。另外呢，你也可以开启定位导航或者是通知，来随时更新对方的定位资讯。说到 iPhone 的寻找这个 App 呢，大家可能都知道它可以用来找你的 iPhone 啊，或者是 iPad 等等的苹果装置。那现在呢，甚至是多了 AirTag， 还可以找物品。但是你知道这个 App 是可以用来定位人的吗？说到这个呢，最近有一款定位的 App 叫做 Zenly， 非常的红，就是你可以在上面跟你的朋友互动，就是传贴图啊，或者看对方的电量等等的。但是你知道 iPhone 的寻找里面就已经有定位朋友这个功能了吗？只要对方同意呢，你就可以随时看到你老公老婆啊，或者是男女朋友在地图上面的定位，就不会害怕对方走失啊，或者是被绑架之类的。而且这个定位呢，它还提供了导航啊，或者是通知的功能。尤其是我觉得这个通知非常的实用，就是它可以通知你对方是不是已经离开或者是抵达特定的地点，而且它可以调整范围的大小。这样呢，你们要约见面啊，或者是排行程就更好掌握时间。那这部分呢，我们等一下会再解释更多。现在呢，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寻找要怎么定位你的朋友或家人吧。首先第一件事情呢，就是要确认双方的定位功能有打开。那要在哪里确认呢？就是在设定里面。设定打开之后呢，去找到有一个选项叫做隐私权，在这边隐私权点进去之后呢，第一个选项叫做定位服务，再点进去。接着呢，下面你会看到非常多的 App， 这边呢我们要去寻找这个 App， 这边点进去。接着呢，这边要勾在使用 App 期间，那这个准确位置也要打开。再来呢，我们去打开寻找这个 App， 把它打开。进来之后呢，你会看到下面有4个选项，点一下最右边的这个本人的按钮。然后呢，在这边你会看到我的位置下面有一个分享我的位置，这个选项要打开。然后一样2个人的手机都是要打开的。接着呢，我们按一下下面的这个联络人的按钮，点进去。这边呢，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的话，它会出现一个欢迎使用寻找的画面，那你就按继续。那像我已经使用过的人呢，你就可以在这边点这个分享我的位置，点进去。在收件人这边，你就去打你想要的联络人，不管是 email 啊，或者是电话都可以。那注意一下，现在呢，我们是在跟这个联络人分享我们自己的位置。那对方接到通知之后呢，他们可以自己选择要不要分享他们的位置。那这边找到你要的联络人之后呢，按一下他的名字，那这边会出现他的电话或者是 email， 你就点一下，它就会加到这个收件人里面了。接着呢，按一下传送，然后接着下面就会出现这个视窗，那看你想要分享多久，比如说永久分享啊，或者是你只想分享1个小时，你就在这边做选择。然后接着对方的手机就会出现一个你开始跟他分享位置的通知，然后他也会询问对方要不要也跟你分享他自己的位置，所以选择权还是在对方手上的。然后如果对方没有开启定位的话呢，你就看不到他的位置。或者是如果对方没有跟你分享他自己的位置的话，就会出现这个画面。那现在我们来讲一下如何使用这个通知定位的功能。这个功能真的非常的实用，就是例如说你啊，或者是对方离开或者是抵达某个地方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接到通知，或者是对方可以接到通知。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，现在按一下这个加入。它下面就会让你选择是要通知自己或者是通知对方。那现在例如说我选通知我，然后这边就有非常多的选项。第一个选项呢，就是当这个人抵达，或者是离开，或者是他根本就不在那个地方，那你可以自己做选择。例如说，你想要在他离开自己家里的时候接到通知的话呢，你就选这个离开；或者是如果当他抵达某个地方的时候，你就选这个抵达。那第2栏呢，我们就可以来新增位置，就是假设对方离开或抵达这个位置的时候，我就会接到通知。那现在你看到上面已经有预设我们2个目前的位置，那你也可以去新增位置。那我建议大家可以点进去玩玩看，因为里面可以设定距离。我们点开，
进来之后，你就会马上看到你们2个人的定位。那如果你是想要设定其中一个位置的话，你就可以直接选择；或者是你想要设定其他地址的话，你就可以在上面搜寻。那找到你要的地址之后呢，你就点一下这个红色的按钮。接着呢，你看到旁边会有一个圆圈。那这个圆圈的意思就是说呢，你可以去设定距离。当对方离开这个圆圈的时候，你就会接到通知，或者是对方抵达这个圆圈的时候，你会接到通知，就看你怎么设定。然后下面呢，你也可以选择这个圆圈的小、中、大的尺寸。那如果是大的话呢，它就会变成一个非常大的范围。那假设今天我想要对方如果离开台北车站300英尺，我接到通知的话呢，我就去把它拉到300英尺。接着呢，按一下右上角的完成。这样子就设定好了，然后接着呢，下面有一个频率，你只想接到1次通知，还是你每一次都想接到通知？你可以在这边做选择。选择完之后呢，按一下右上角的加入。下面呢就会出现这个通知了，就是对方会知道说，如果他离开某个地方的话呢，我会接到通知，所以要利用这个通知来追踪对方的行踪，也是要经过同意的。那现在我们选一下这个好，这个功能我觉得非常适合，如果你家里有小朋友的话，你可以帮他设定，例如说他离开学校啊，或者是抵达学校，可以通知你。那这里面设定的方式有非常多种，不管你是要通知自己啊，或是通知对方离开或是抵达某处，都是可以加进来的。再来下一个呢，我们要来看导航的功能，就是你可以把自己导航到对方的所在位置，就是按一下右上角的这个路线，点进去。里面呢就会出现有不同的选项，总之就是很像一般的导航，非常的方便。不过现在大部分的人应该都是使用 Google Map 比较多，所以这个部分可能用的人会比较少。那下一个呢，我们来讲这个编辑位置名称，就是你可以把它所在的位置设定成某个名称，你就可以知道说它现在在哪里。因为例如说中华路73号的话，你会不知道这个位置是什么吧？但是如果你今天把它设成对方的家的话，你就知道哦，他现在在家。或者是他学校的地址呢，你把它设成学校，你就知道他现在在学校。那么现在呢，点进去，然后这边呢，你就可以去设定他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哪里。这边有几个比较常用的，像是家啊、公司或者是学校。下面呢，你可以去自定标签，我们点进去。这边你就可以发挥创意去设定它所在的位置。设定好之后呢，按一下右上角的完成。设定完之后呢，你就可以马上一眼的看出它现在在哪里。那假设今天呢，你想要停止分享你自己的位置，或者是移除对方的位置的话呢，最下面有2个红色的选项。如果你要停止分享你自己的定位的话呢，你就选这个选项；或者是你今天要移除对方的定位，你就按最下面的这个移除。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分享定位的功能，希望有帮助到大家。那另外呢，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啊，或者是想要学的 iPhone 教学的话，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。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我是苹果妹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